2011年11月30日，这一天，一款药失去了它的专利。隔天，市场上立刻冒出了一堆成分一模一样却便宜得多的替代品。隔年，全世界最大的药厂营收蒸发了将近50亿美元，而这几乎全部来自这一款药。一款药的专利到期，怎么会让一家巨头一年少赚一个中型企业的市值？而且，公司高层竟然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这不是意外，也不是经营失误，这是这门生意从一开始就被设计好的结局。这是辉瑞，一家活了175年的公司，从疫苗到威尔刚，它的产品可能正放在你家的药箱里，但辉瑞真正的故事是一台机器，政府给你一颗药，20年的合法独占，让它替你印钱，20年一到，营收最矮，于是你再去买下一个独占。这一集，我们从1849年的布鲁克林开始，拆解这台专利悬崖机器怎么运转，以及为什么连他自己现在都正站在下一道断崖的边上。1849年，纽约，布鲁克林，两个从德国来的年轻移民，化学家 Charles Pfizer 和他做糖果的表弟 Earhart 向家里借了2500美元，开了一家小小的化学公司。他们的第一个产品是一种驱虫药，为了让人吞得下去，他们把它做成了太妃糖的味道。但让辉瑞真正壮大的不是卖药，是发酵技术。进入1900年代，他靠发酵大量生产人蒙酸，把1磅的成本从1块多美元压到只剩2毛，成了全美的发酵龙头。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。1941年，美国和英国政府要制药业想办法量产一种救命的新药——盘尼西林。辉瑞赌上了他最擅长的发酵，用一种深槽发酵法成功了。到1944年，盟军诺曼底登陆时，士兵身上带的盘尼西林有将近90%来自辉瑞布鲁克林的工厂。一家靠把药变好吞起家的公司，就这样靠一次次的豪赌长成了巨人。在讲那颗改变一切的药之前，先说一个辉瑞自己都没料到的故事。1990年代初，辉瑞在英国测试一款叫西地那非的化合物，本来是要拿来治心绞痛、治心脏病的，但临床试验的结果让研究员愣住了。心脏病没治好多少，一群受试者却回报了同一个跟心脏完全无关的副作用。换做别人，可能就把这款失败的心脏药丢掉了，但辉瑞看懂了眼前是什么，他换了一个方向。1998年，把这款药重新上市，取名叫威尔刚。一个治心脏失败的分子，摇身一变成了全球家喻户晓的摇钱树，也成了史上被仿冒最多的药之一。而辉瑞之所以能独占这门生意，靠的不是配方有多神秘，配方早就公开，靠的是一张专利。这是制药业的第一课，也是这整个帝国的底层逻辑。价值不在分子本身，在你能不能合法的独占它。现在讲真正定义辉瑞的那颗药，利普妥，一款降低胆固醇的药，1997年上市。有意思的是，它上市的时候已经是市场上第5个同类的药了，一点都不新。但辉瑞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它拿出临床数据，证实利普妥降坏胆固醇的效果远远胜过前面4个对手；第二，它砸下重金宣传，把医生和病人都教育成利普妥的客户。结果，这个迟到的第5名一路逆袭，变成了所有药里的第1名。它的巅峰一年卖将近130亿美元，一辈子卖超过1300亿美元。到今天，它仍然是人类医药史上最畅销的药，没有之一。为什么一颗药能赚这么多？答案就是专利。一张专利等于政府给你20年的合法垄断，在这20年里，全世界只有你能卖。这就是定价权真正的源头，不是因为药有多神，而是因为在这20年，你没有对手。算专利有一个辉瑞无法改变的特性，它会到期。2011年11月30日，这一天到了，利普妥的专利正式失效。隔天，学名药厂一拥而上，做出成分一模一样的药，价格只剩原本的零头。对病人来说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同样的药，价格可能只剩1/10，但对辉瑞来说，这是一场雪崩。为了多守住几个月的独占，辉瑞甚至跟学名药厂谈条件打折扣，拼命延缓这一天的到来。
但悬来终究还是来了。2012年，辉瑞的总营收从653亿一口气掉到590亿美元，一年之内蒸发掉的将近50亿，几乎全部来自利普妥一款药的崩塌。这就是制药业闻之色变的专利悬来，不是慢慢下滑，是一夜坠崖。而最残酷的地方在于，这不是辉瑞第一次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。这台机器的设计本来就是如此，你爬得越高，注定要从越高的地方掉下来。如果说利普妥的坠崖是慢动作的剧本，那2020年辉瑞遇上的是一座暴起暴卧、史上最戏剧化的山。新冠疫情爆发，辉瑞和德国的 BioNTech 合作，用创纪录的速度做出了新冠疫苗，再加上一款口服抗病毒药。2022年，光是这2款产品就合计带来大约560亿美元，把辉瑞推上了史上最高的营收，逼近1000亿。那一刻，全世界都需要它，它的定价权一瞬间冲到了顶点。然后2023年到了，疫情退场，需求断崖式崩塌，疫苗的营收掉了70%，口服药掉了95%，辉瑞甚至得把卖不掉的库存认列成损失。一座花了100多年才爬上的高度，这一次只用了1年冲上去，又1年摔下来。当需要消失，定价权也跟着一起蒸发。利普妥、新冠2道断崖之后，你以为辉瑞学乖了吗？没有，因为现在它正站在下一道悬崖的边上。2026到2030年，它眼下最赚钱的几款药，包括一款抗凝血剂、一款乳癌药，专利又要接连到期。光这几款就占了辉瑞营收的20%，他自己预估这一波每年要少掉170到180亿美元。他甚至公开说自己要到2029年才可能重新成长。那辉瑞怎么办？他做了制药业最熟悉也最昂贵的动作，在2023年花了430亿美元买下一家叫 Seagen 的癌症药厂。为了凑出这笔钱，辉瑞还借了一大笔债。他买的不是厂房，是别人手上还没到期的专利，尤其是抗癌新药，把别人辛苦研发的独占权买过来，变成自己下一个20年的提款机。机器又转了一圈，同样的剧本再演一次，买时间永远比研发时间来得快。看到这里，你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，这就是一台贪婪的不停印钱的机器。但是事情有另外一面，而且我们必须诚实的看它。开发一款全新的药，平均要烧掉几十亿美元，花上10年以上的时间，而且10颗里面有9颗会在半路失败，1毛钱都收不回来。如果没有那20年的独占期，让成功的那一颗去回本，去赚到下一场豪赌的本钱，那么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人会愿意拿几十亿去赌一个可能救命，但更可能血本无归的分子。换句话说，专利前崖的暴利和新药研发的巨大风险，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2面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该不该赚，而是当一颗能救命的药，它的价格是由空段而不是由成本来决定的时候，那一条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？这个问题这一集不替你回答，但接下来整个生医帝国系列问的都是它。辉瑞用175年让我们看懂了一件事，在生医帝国里，真正的资产从来不是药，而是独占的时间。专利给他权力，悬崖让他坠落，于是他不断的买，不断的赌，让机器一圈一圈的转下去。但是在这个帝国里，不是每一家公司都这样玩。如果有一家公司在疫情之前，连一款药都没上市卖过，却靠一场豪赌直接变成了帝国呢？下一集逆袭者 Moderna 与 BioNTech。如果这一集让你重新看懂了药价背后的那个世界，按个赞，追踪频道，把生医帝国这个系列跟我们一起追下去。